大家好，我是扫地僧。到底如何继承世界首富的财富呢？这个世界投资最厉害的两个人，第一个巴菲特，他开始立遗嘱了；第二个查理芒格，在前段时间离世了。那么这两个人几千亿美金的财富，到底留给了谁呢？如果你想要成为富二代，靠的不是投胎的运气，而是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我告诉你，巴菲特的遗嘱写得清清楚楚，在他离世了之后，他99%的财富都会捐给慈善组织，那是不是说这跟你完全无关呢？别急，我们思考一下，他真的会这么大方吗？巴菲特这个人，他一年交的税比他请回来的秘书还要少啊！而你知道吗？美国有一种税叫做遗产税，比如说今天你在美国有1个亿，你以为自己是亿万富翁很厉害了，结果你挂了。然后你儿子想要继承你的财富，他就只能拿到6000万，因为有4000万是要交给美国政府的啊。钱没了还好，但当你这些税一交，你们家族就会从原来公司的大股东变成公司的中股东、小股东，直接让你失去了公司的控制权。所以如果你想要把财富真正的给到你的儿子，你就必须要把它全部捐出去，因为捐款是不会收取任何税费的。那捐给谁呢？很简单，自己成立一家慈善的组织不就好了吗？所以那些财产呢，实际上是捐给了由他3个儿子操作的慈善信托基金。这些钱每年有一小部分规定是要用来做慈善的，其余的钱呢是可以都用来做投资的，而且赚了钱也不需要交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这些财产怎么赚，到最后也要捐出去啊。所以这一招确实可以瞒天过海。我问你，钱的拥有权比较重要，还是说使用权比较重要？今天你有1个亿，但很抱歉，你不能用，你只能想办法再赚钱来租房子住，因为这1个亿只能由我来用。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你可以私讯我，我帮你用，对吧？所以慈善信托呢是可以设定财富的使用规则的，比如说它只能持有公司的股权，只能经营公司，但不可以出售公司的股票。那是不是等于就说公司还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人去控制的？这样就很简单了。假设我的子孙操控我捐赠的慈善信托，那么他们就可以召开股东大会，然后投票给自己出任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是高层啊，而薪水都是由他们来定的。这是不是把钱左手转给右手呢？甚至说今天我的子孙开了一家艺术馆，然后他们就可以用慈善信托的钱买下很多的珠宝名画，然后捐赠给他们的艺术馆。这个艺术馆呢，3年才开一次展览，每一次的展览是开1个礼拜，其余的时间这些珠宝名画就放在我子孙的家里面看管，对吧？那如果你觉得这些都是小钱的话，那 OK 啊，慈善信托的钱是可以用来投资的。那么今天我的子孙就可以拿着我的财富去投资一只股票，而当我的财富足够庞大的时候，就可以撼动这只股票的升跌。这时候我的子孙是不是就可以跟着去买，甚至说利用10倍的杠杆、100倍的杠杆去买？这根本就是一个用钱生钱的印钞机而已。而这些只是最简单的财技，真正的富豪都会有一个很厉害的家族团队去帮他们把这些钱慢慢的从慈善信托转移到给后人的手上。而最重要的是，他们甚至可以干扰政治。为什么一个政府要争取有钱人的支持呢？这我就不多说了。当然巴菲特这样的人呢，他们看重的除了是财富的传承，更多的是名留青史。比如说今天用巴菲特的名义去盖一所学校，建立一个奖学金等等，对吧？都是慈善啊。那这些关我们什么事呢？我又不是他们的儿子。现在更清楚他们的财富跟我无关了。对啊，能看见的财产确实跟我们无关，可是看不见的财产呢？为什么这世界会有人愿意花几千万、上亿的美金，只是跟巴菲特吃一顿午餐呢？因为无形的财产才是最贵的，也就是他们的智慧。今天巴菲特跟查理芒格加起来接近200岁，而你可能就25岁。如果你能够继承他们的智慧和经验，那你是不是就节省了200年自我摸索经验的时间呢？所以今天这部影片我们必须要看到最后，并且继承这2个老头的智慧，因为错过了就可能不会再看到了。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要错过后续更有用的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
首先记着，投资就算我们经常亏钱，但最后我们还是赚钱的。巴菲特跟芒格的智慧呢，不仅可以运用在投资上，其实任何关于赚钱、创业，甚至是人生都是一样的。真正的高手呢，就是听明白巴菲特曾经说过，让很多人都觉得是废话的真理，就是投资的第一条法则，保证本金永远不要亏损。这句话你之所以觉得是废话，就是因为没有人解释给你听嘛。在股市里面有97%的人都是亏钱的，原因就是他们把着重点放在了股票买卖的时机和方法上面。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用巴菲特和芒格的价值投资法，就是低买高卖，买那些被低估的股票。而我和我的弟子喜欢的是 Jesse Livermore、Mark Minervini 的趋势投资法，避开熊市，只在牛市追涨杀跌。而我告诉你，就算你学会了这两个投资的方法，你到最后都是亏钱的。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可以长期在投资上源源不绝的赚到钱，看的不是买卖的方法、选股的方法，而是风险管理的方法。今天有一条鳄鱼咬着你的腿，你会怎么样？大部分的人都会很惊慌，就会想办法去挣扎，所以最后就死了。因为当你转身试图用手或其他的部位去弄走鳄鱼的时候，你其他的部位都会暴露给鳄鱼，然后你被咬住的部位就会越多，最后你就会被一点点的吃掉。而唯一你能够生存下来的方法，就是头也不回的往前游走，牺牲掉你这一条腿。投资股票也一样，你今天投1000块美金进去，你亏了8%，也就是80块，那么你就剩下920块美金，对吧？那么你想要用920块美金追回你80块的损失，让它变回1000块的本金，你就需要有8.7%的回报率。也就是说，当你亏8%，你就要达到8.7%的回报率才能够回本。而如果你1000块美金亏了500块，也就是亏了50%，那么你就会剩下500块，对吧？但是如果你用500块去赚回500块，你却要有100%的回报率。1000块亏500，只需要50%的亏损率，但是500块想要赚回1000块，却要有100%的回报率。也就是说，当你的亏损越大，你回本就越难，就是这么的不公平。每个人去学习一些买卖股票技巧，都有可能会让你短期的获利，对吧？连一个卖菜的阿姨在牛市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有40-50%甚至翻一倍的运气，但熊市的时候呢？这个呢是阿里巴巴美股的走势图。如果你从15年到底70多块的时候买入的话，在2020年的时候，你的利润就会直接翻4倍。但如果在熊市到来的时候，你没有割肉离场的话，你就会亏损80%。那么我们来算一下，1000块翻4倍就是4000块嘛，而4000块跌80%，就只剩下800块。那么15年到现在8年了，你的回报率就是负20%。也就是说，本来你前5年是赚4倍的，但如果熊市到来，你不剁手，你不止损，你这8年每一年平均就是亏损2.5%。那么你觉得赚4倍容易一点呢，还是说亏80%容易一点呢？现实告诉我们，97%的人都是后者。对于大多数的股民来说，当你看到自己喜欢的股票，你就会满脑子只会想着怎么样去买进这只股票，然后买入了之后就会幻想自己能为此赚到多少钱，再来就是幻想赚到这些钱之后怎么花。那么如果你是以这样的心态去做任何的事，无论是投资、创业或是赚钱，都可能是以没有结果甚至失败收场的。相反，真正的高手，无论是巴菲特还是华尔街趋势投资的高手，甚至说一些带兵打仗的常胜将军，我们优先考虑的是风险。因为很简单，只要我们的根基还在，我们的本金还在，我们怎么输我们都可以活下来。只要活下来了，就不会缺少可以让我们赚到钱的机会。比如说我有100万，我经常投资亏钱也没关系的，因为每一次我只亏1000块，哪怕亏10次我才亏1万嘛，那10次亏损之后我还有99万，只要我赚个10%，我也能赚到9万9。那么我是亏损了10次，而且只赚了1次，但是最后我还是赚钱的。这个就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而这些前提是我们不能让任何失败的投资造成对我们本金严重的亏损。那为什么要投资股票呢？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的 CEO 年薪是5000万美金，
但他要去做管理、营销、产品等等的工作。而巴菲特投资了可口可乐，他的年回报率是5个多亿美金。也就是说，投资股票就是让上市公司的老板替我们打工。一个扫地阿姨，她的收入都可能比你高10倍，为什么？因为她懂得投资股票，而你不懂啊。那么，如果你想要学习一个容错率极高的股票投资系统，如果你希望只把握股票只有1/4的赚钱时机，其余的3/4时间，你可以不做任何工作，把赚回来的钱拿去买房买车，度假享受人生的话，那么你必须要学会一套可以让你不用看财报、不用盯盘、不用学那些复杂的经济金融知识的股票投资系统。而这些我将会在我全新打造的股票投资班里面详细的去交代。那么这个投资班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去制作，价值是1000美金。但是今天只要你订阅加点赞，不需要1100，甚至连1美金都不用，直接免费让你报名去学。那么如果不想要错过的，一定要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赶快的去报名，因为错过了就会下架了。所以在巴菲特45年的投资生涯里面，只有2年是亏损的，一个是01年亏了6%左右，一个是08年亏了9%左右。也就是说，它的亏损率都是控制在10%以内。因为如果亏损10%以上，不但从数学上要赚到11%才能回本，就是更难追啊。从心态上呢，你就会感觉非常的痛苦。你想要回本的欲望呢，就会变得很强，而这种状态就是最容易让一个人失去理智，从而变成赌徒的。然后你就会开始自我安慰，说总会涨回来的，这个就是陷入套牢的过程。所以就算巴菲特也会有不少买股票亏钱的时候，而这时候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止损离场。因为人不可能是永远正确的，投资之所以叫做投资，就是因为投资是一个计划，而不是单一的行为。计划是全面的，就是说，就算我们经常亏钱，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赢钱的。你细品这句话，我自己呢很喜欢投资房地产。在投资房地产上面呢，我是用价值投资法的，因为1买1卖的税费和中介费的成本是很贵的。那么现在假设房价从100万跌到90万美金，我认为这套房子被低估了，所以就买入，然后它再从90万跌到87万美金，我亏了3万，对吧？那么所谓的计划呢，就是说看似我亏钱了，实际上我赚了。比如说租金的收入全世界都提升了，因为大家都不去买房了，那住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他们只能租房来住，这样就会造成租盘的需求增加，租金就会提升。那么假设我的租金收入从2000提升到3000，我1年就赚36000美金。那就算房价跌了3万，但我不卖啊。从现金流的角度来说呢，我今年还进账了36000美金的租金，所以到最后我还是赚钱的。这个就是计划。然后第二，当我们能够保住本金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玩一个翻1倍、翻2倍的游戏，我们只需要播下复利的种子，就能够随随便便的财富自由了。巴菲特的400亿美金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看到，1965年的时候呢，他只有1000万。然后每年的收益率呢，也才平均20%左右。这个数字高不高呢？吸不吸引呢？我身边有个卖菜阿姨，她当年牛市炒股的时候，就让她买了2套房子，因为她年报酬率是以倍来算的。结果现在房子没了，还是在卖菜，甚至比以前没炒股的时候更穷。所以高的收益率是让你致富的关键吗？不，稳定的复利才是。今天假设你只是20岁，你此刻去打工，那么我只需要你赚到1万块。当你30岁的时候，我就会让你拥有900万；50岁的时候，我们就会拥有8个多亿。真的假的？我现在不到26岁，我投资的启动资金呢也不到1万美金，但我已经单靠投资拥有4套价值7位数美金的房子。在免费股票培训班里面呢，我会证明给你看。但我想要说的是，这不是因为我的回报率特别高，而是因为只要我做到每年25%的复利，我3年就可以翻1倍，10年就可以翻9倍，30年就可以翻808倍。所以这里最难的就是一个字：稳。那如何才能每年赚到25%的回报呢？
我的做法很简单，我不需要找到一只暴涨25%的股票，我只需要找到5只涨5%的股票，我的年回报率都能够超过25%了。所以所谓的复利呢，就是把一个很困难的任务拆分成很简单的任务，然后重复的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和我的弟子投资股票的目标就是每年翻1倍，但我们不需要找到一只翻1倍的股票，而是说我们只需要每年找到6只涨15%的股票，我们的收益率就已经大于1倍了。而大部分的人是3个月亏了3%，这个月还是在亏3%，长期下去也是在玩复利，只是说他们是通过复利去放大自己的亏损。所以如果你想要摆脱这种状态，还是那句话，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我的免费股票投资班吧。因为巴菲特传承给我的复利思想呢，不仅是运用在股市上，其实每天投资我们自己的大脑去学习也会有复利的。很多的知识呢，比如说今天你想要去创业，想要去投资，那么我们自己去摸索的话，可能最后也会成功。但是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机会和青春了。而一旦失败呢，我们不但浪费了青春，更浪费了其他趋势和机会。但是今天我直接找到一个有结果、已经成功的人，然后跟他交朋友，或者买他的书、听他的课，那么我就可以获得他的经验和智慧。当我拥有了他的经验和智慧之后，本来我不懂的知识，现在我就懂了。那么我就可以跟更顶尖、更成功的人交流，我就可以向上获得更深奥的智慧和经验，然后才拿着这些智慧和经验去创业和投资。记着，永远不要自我摸索。我也曾经犯过很多摸索的错误，我曾经以为我自己很棒，我不需要照别人的方法，我自己可以自创方法，结果自创方法创来创去就败来败去。所以我也不介意告诉你，我投资过很多老师的课程，然后把人家的经验移转身为自己所用，融会贯通，成为自己的经验和方法。比如说你每个礼拜花20分钟左右的时间过来看我的影片，那么长期下来，你就会比同阶段的人拥有多出无数倍的财商知识。这个时候你还担心自己赚不到钱吗？再来第3，看准时机才出手。每一次巴菲特的芒格出手的时候，总是会等待一家公司的股价在最低的时候，或者说在一家公司陷入困境的时候才出手的。因为这个时候公司的股价都是非常低的，而账面资金却还有很多的情况下，这样他就可以用最低的折扣购入股票。他的玩法是这样的，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嘛，但是每家公司都有可能会走弯路，或者是低迷的时候，而这时候公司的估值呢，可能就会处于一个极低的价格，并且可能是低于公司净值的价格。这个就是所谓的安全边际。就算这样的公司破产，那么在清算的时候，公司留存的资产也足以还给股东的。比如说一家公司的资产价值是$100，而股价却只值$20万，那么它的安全边际的几率是85%。这时候巴菲特和芒格就会出手买入。而我们趋势投资的方法虽然是相反的，但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是等到牛市的时候才去出手的，等到股票出现暴涨的形态，突破某些压力位的时候才会买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开单市或者熊市这些容易让我们亏钱的时刻。为什么说投资的方法完全相反，但我们投资的道却是一样的呢？因为我们都是不会轻易的去出手，就好像猎豹、老虎、狮子或其他猛兽一样的，我们看见猎物，我们不会直接跑上去的，这样就会惊动猎物。如果猎物逃跑了，我们不但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体力去追，如果追不到，真的被他们跑了，我们的体力就会被消耗掉。那么下一次我们遇到猎物，就更不能保证能追得上了。所以真正的猎兽，当看到猎物的时候呢，要做的就是观察和等待。等到猎物放下戒备，我们就会一步步的靠近，然后直接瞄准脖子，一口咬断。所以真正的投资高手不是说拿着本金不断的交易，我们可能一年只做几次的交易，而这几次是在我们有非常充足的信心的时候才会去做的。什么是充足的信心呢？这信心不是凭感觉的，而是凭条件的。当股市或者某个股票符合我们大部分的条件，我们就会把它放入观察的名单。一旦它符合我们所有的条件，我们就会毫不犹豫的自动买入，并且自动设定好止损。
所以我们才可以做到自动买卖，并且不用长期盯盘啊。如果你想要学习的话，记得把握最后的机会，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我的免费股票投资班吧。那么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看见一个很美的女生，然后你直接就跟她表白了，结果被拍好人卡之后，就说追女生好难啊，就是因为你没有看准时机，不懂观察和等待，不懂慢慢的靠近猎物，更不懂一口咬断脖子。所以说，巴菲特和查理芒格过千亿美金的财产了，我是不可能继承的。但他们的智慧和经验，却让我在创业、投资、赚钱上成为了富一代。我不能说我很有钱，但至少我身边能认识不少的富二代圈子，而我不但拥有跟他们差不多的财富，更拥有他们没有的智慧和经验。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